在这两场世界大战中呢，拉美并没有被波及，所以在世界政治当中就更加被边缘化了。正好可以让美国放心大胆地把拉美当作后院来经营。拉美在美国经济循环中的位置就是种植园、矿场和旅游目的地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名说。这期话题说的是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倡议，南美再也不是纯粹的美国后院了。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来了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元首，就是阿根廷的总统阿尔贝托·费尔南德斯。他来到北京，不仅会见了中国最高领导人，瞻仰了开国领袖的纪念堂，还正式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。一个美国后院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策是非常有勇气的。早在1823年，美国总统门罗就指出，拉美是美国的后院。当时南美最大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了，推翻西班牙殖民帝国就耗尽了他的精力，很难再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了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世界对拉美国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关心的很少。1823年呢，正是欧洲殖民者在全球疯狂建立殖民地的时候。过后不久，各个帝国主义的魔爪就伸向了亚洲，伸向了中国。在欧洲大地上是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分赃不均的帝国主义战争，直到一战或二战。在这两场世界大战中呢，拉美并没有被波及，所以在世界政治当中就更加被边缘化了。正好可以让美国放心大胆地把拉美当作后院来经营。拉美在美国经济循环中的位置就是种植园、矿场和旅游目的地，只有极少数制造型的企业被允许发展起来，比如说巴西的航空工业公司。这样的格局听起来好像还不错，由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带领，南美国家各自分工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但是美国绝不会允许拉美国家搞产业升级，没有产业升级就没有收入或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就不可能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。不但如此，美国在传统的产业当中也不允许拉美国家向产业链上游突破。种水果的那就是卖力气赚小钱，你要想寻求种子、农资、农机、农药的突破，美国是绝不会允许的。但是拉美国家并不完全是任凭摆布啊，阿根廷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从二战结束、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来，阿根廷先后有好几位领导人打算尝试民族自决，但是他们的努力先后失败。从贝隆夫妻的遭遇，到阿连德总统死于政变，再到马岛战争的失败，阿根廷人民和政治家的努力一直都没能取得成功。这主要是因为阿根廷本身的力量太过弱小，而帝国主义太强大。阿根廷在南半球，无论中国还是苏联，都很难把力量投送过去。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出路。反正是出口初级产品，卖给谁不是卖呢？而且卖给中国的话，不但贸易额更高，而且中国没有兴趣干涉阿根廷的内政。所以拉美国家一个接一个加入了一带一路的倡议，阿根廷就是最新加入的一个。其实对拉美国家来说加入一带一路不仅是个政治站队的问题，而且是个事关国家存亡的问题。美国的经济靠债务驱动已经是明显的事实，从共和党到民主党都用疯狂印钱借债的方式维持社会的运行，这样下去，美元变成国民党的金圆券，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开始飙升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拉美国家面临的处境就非常危险。或者美国强迫他们接受废纸一样的美元，把他们的水果、矿石、咖啡豆之类的初级产品换走；或者美国市场崩溃，拉美国家忽然没有生意做了，经济崩溃。加入一带一路就为拉美国家的经济找到了一个双保险。阿根廷农牧业条件非常好，被人称作世界粮仓。阿根廷还有石油、天然气，陆地上有4个大油田，海上的油田更大。马岛附近可能有600亿桶石油的储量，和英国的白海油田的储量差不多。所以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摆脱美国后院地位的努力，也是解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。阿根廷在西方那里反复的碰壁，
这一次我看总算是想明白了。